封校7天，我们所有人都收到一条短信，请遵守这25条规则，等7天后学校解封方可离开，提前离校的同学后果自负。高数课上的好好的，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，不要回答老师的任何问题。老师如果拖课，请无视。下课后不允许在教室逗留，不允许逃课，在教室里保持安静。图书馆是绝对安全的，一次最多只能待2个小时。在图书馆必须保持安静，不然会被管理员惩罚。宿舍是绝对安全的，但只在晚上8点到第2天早上8点是绝对安全的。自习室是安全的，一次最多只能待1个小时。同学之间可以交流，但自习室里的同学不一定是正常的。如果里面的人不主动开门，外面就没有谁能进宿舍。晚上11点以后查寝，不要给查寝的人开门。晚上睡觉别主动关灯，灯会自己关掉。在宿舍走廊上看见戴红色高帽的人，马上向宿管求救。在此期间不要回头。在宿舍内有问题找宿管，在宿舍外有问题找辅导员。别去校长办公室，别吃食堂的肉包子，远离校园里的猫，千万不要喂猫，因为你无法选择拿自己的什么喂猫。学校里没有狗，远离看见狗的人。警惕学生会，学生会里没有人。晚上12点后不要出宿舍，要等到天亮才行。在被歼灭的宿舍中，不要吃里面的东西，也不要跟里面的人说话，别跟学校洗手间隔间里的人说话。睡觉前确保你的舍友都是正常人，如发现异常，说一句狗在外面，把出去的人关在门外，尽量保证你舍友的安全。单枪匹马不太容易活下去。无论何时，别吃太多，别太贪婪，不要轻易相信别人。坚持7天，7天后学校解封，坐上17路公交车离开这里。在学校解封前，千万不能离开学校。我看完这短信，抬头环顾四周，教室里的同学们面面相觑，想必都收到了这个短信。我刚想跟我的舍友陶可儿说话，在教室里保持安静。我闭上了嘴，打开微信，在宿舍群发信息。你们收到短信没？肯定是恶作剧，我才不信。恶作剧不至于全班都发吧？可儿姐，你不信？那你站起来吼一声，看看会不会死。滚！虽然说很不科学，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情无法用科学解释，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。陈复义。教室里暂时没有人发出声音，突然传来一阵笑声，笑声从我前面传出来。我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那哥们刷抖音刷得忘我呢，估计都没看见短信。那笑声在教室里显得尤其突兀。老师停止了讲课，机械班冷笑几声，老师嘴角上扬的弧度让人害怕。教室里没人敢发声。不尊重老师就要付出代价。高数老师说完，那个刷抖音的男生就不动了，他目光呆滞，缓缓抬头，身体逐渐向上升起，最后被吊在了教室半空。男生的身上缓缓滴下来红色的不明液体，我吓得倒吸一口气。有些胆小的女生叫了出来，结局自然也是一样的。教室里重新回归死寂，老师继续讲课。我们宿舍群中炸开了锅。什么情况？短信是真的？我决定了，下课我就去图书馆。没想到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图书馆，居然是在这种情况下。那我去自习室看看情况，说不定能搞到新消息。孙老大，你真是英雄，我们宿舍里的几条狗命都要靠你吊着了。不要随便说狗这个字。顾小丽，你不会能看见狗吧？去你的！像我一身鸡皮疙瘩，我一直在可儿姐旁边，你可不要污蔑我。我作证。下课铃响起，高数老师仿佛没听见铃声，甚至还喊同学回答问题。不要回答老师的任何问题。老师如果拖课，请无视。下课后不允许在教室逗留。我们宿舍6人拿起东西就往外跑。从现在开始，今天算是第1天。周丽、黄蓉去了图书馆。原本打算一起逃课的肖琪琪和陶可儿硬着头皮接着去上课，而我决定和孙涵去自习室打听消息。自习室里的同学不一定是正常的哦。进入自习室后，孙涵提醒了我一句，自习室热闹得很，大家叽叽喳喳的，甚至有人带了瓜子花生，跟开茶话会一样。这里的所有人，包括我在内，都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7天而已，只要遵守规定，就不会出什么事了。一位戴着厚厚框架眼镜的男生开口说，肯定没那么简单。孙涵也加入讨论。现在我们已知的威胁有3个：老师、查寝的和学生会的。显而易见，还有未知的威胁。一位穿戴着蓝色棒球帽的男生说，我叫唐真。我们互相介绍了一下自己。戴眼镜的男生叫李韵，女生叫高甜甜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图书馆、自习室和宿舍是安全的，我们为什么要逃到图书馆、自习室和宿舍？我们在躲避什么？孙涵不愧是孙涵，一针见血。李韵倒吸一口气，我想起来了。你想起来什么了？死去的同学，我刚刚在路上看见了我的同学，可他明明已经死在了课堂上。孙涵马上追问，那他有对别人进行攻击吗？李韵摇摇头，
我们陷入沉默，死去的人再次完好无损地出现，目的究竟是什么？这时，自习室走进来一位新同学。当我看见他的脸后，我吓得体温骤然下降。是上节课在我前面刷抖音的男生，是刚才坐在我前面刷抖音的男生。他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看见他找了个空位坐下，像一个没事人一样，跟那边的同学有说有笑。我看向孙涵，孙涵也皱起眉头，明显也注意到了那个人。自习室里的同学不一定是正常的。我脑海里再次想起这句话，心里隐隐约约产生一个结论：死人不会对活人产生威胁，但他们的存在也绝非没有意义。那他们出现在我们身边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有个不成熟的结论，死人不会直接杀人，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通过某种手段间接杀人。我觉得有道理。孙涵点点头。听到唐振的话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现在是第一天，自习室内正常人还是占绝大多数的，越到后面，自习室交流的意义就越小。到最后，我想自习室内大多数人的话都不能相信，不如我们制定一个暗号，如果有谁说不出来，谁就是内鬼，那就终止交流，如何？可是死人就不记得暗号了吗？你去打探那个家伙。孙涵朝我使了一个眼色，让我去打探死人，我才不要，我怕。没事的，这里是自习室。也对，自习室是安全的。我壮着胆走到那个男生面前。同学，问你个事可以吗？啥事？你问呗。那家伙看上去没有任何异常，我放心不少，接着问：你上节课上的是什么课？大学物理啊。好的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下次再来啊。得了吧，我才不要再看见你。我将情况告诉了孙涵他们，现在大概可以确定死人的记忆是混乱的。于是高甜甜给我们定制一个暗号，从这次分开后，大家再见面就要问对方你有关注巴布哥没，然后回答关注了，吃饭就看巴布哥。大家点点头表示同意。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快要到1个小时了，自习室里的人也已经陆陆续续先后离开。时间到了，我们也赶紧离开吧。今天是第一天，我跟孙涵走在校园里，感觉和往常没什么不一样，绝大多数同学看着还正常。现在才晚上6点15分，还不能回宿舍。明明还没到期末，图书馆人数却已经爆满。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。当不正常的人占领绝大多数时，图书馆就会减轻压力。图书馆可以大致得出死人与活人的比例。我能活下来吗？我觉得我们想活下去，仅仅遵守规则是不够的。我想等到最后，在不破坏规则的前提下，我们还必须要灵活，要会变动。我们该怎么灵活？怎么变动啊？我们必须在不破坏规则的前提下，建立能让我们提高生存几率的新规则。我真是上辈子积德，让我碰见孙涵这么一个朋友，那么冷静，那么可靠。孙涵，我决定了。我一脸严肃看向孙涵说：我死了都要跟你埋一块儿。别这么说，我这人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，我只允许帅哥跟我埋一块儿。哼，你这个见色忘友的家伙。不知不觉跟孙涵走到了食堂，吃完饭应该就能回宿舍了。食堂里亮如白昼，与往常不同的是，每个餐口都提供肉包子。短信上不让我们吃肉包子，但肉包子还是这样明目张胆的提供。到底是谁需要肉包子？注意点买肉包子的家伙。孙涵、小丽、陶可儿和肖琪琪端着餐盘坐到了我们对面。我和肖琪琪今天上课看见了不得了的东西，简直三生不幸，吓坏了我水灵灵的大眼睛。陶可儿一落座就急忙开口：等一下，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啊？一下子我们宿舍的人算是都来齐了。我们在课上看见学生会的了。上课的时候有个学生手机铃声响了，那个人就接电话，老师说要惩罚他，他就把老师杀了。肖琪琪的描述中，那个学生眼神空洞，表情僵硬，动作好像生锈的机械。他轻松地拎起老师，硬生生地塞进了一个不大盒子里，全部塞了进去。台下的学生就眼睁睁看着一个人被挤压的变形、扭曲，不明的红色液体流了一地。我们当时吓死了，因为还没到下课时间，所以只能坐在教室承受恐惧。你们怎么知道那人是学生会的？盒子上写着学生会3个字。但学生会的人跟正常人和死人都有点不一样吧？走在路上能看出来吗？可以。看来学生会的人不擅长伪装，但他们极度危险。学生会里没有人。我想起短信上的信息，那他们都是些什么？